一群年轻人来到农村，与在地居民一起在农村搞艺术。从创作到陪伴，10年的时间过去了，台南土沟的老屋有了新风貌，农村成为一座开放的美术馆。高雄炼油厂即将在2015年年底走入历史，25年的岁月该如何评断它的功与过？对于后进居民来说，随着工厂一间间关闭，后进人呼吸的空气、抬头望见的天空越来越清澈。然而，受污染的土地能不能恢复从前？后进的环境正义何时才能真正的实现？给高雄炼油厂一些喝彩，让高雄炼油厂可以光荣地走进历史。进到这个2道门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炼制厂区了啊。这一道门之前是我们的总办公厅，那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的厂区哦。2015年11月初，距离政府承诺25年关厂最后期限剩下不到2个月时间，整个高雄炼油厂已经全部停止生产作业。左边这边就是我们讲的第2滴流燃油工厂，这个是跟我们高厂共存亡到最后一天的，就是我们前几天11月1号我们才刚停下来，那现在工厂已经可能大概它的整个循环大概也都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设备里面管线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把它萃取干净。这一座工厂呢，公司还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到我们其他的炼厂去继续再利用。炼油厂46座工厂，过去25年分3阶段逐步关闭，最后一座硫磺工厂11月1号正式停炉。领班蔡文雄是留下来处理后续工作的员工之一。要处理这个工厂，把它停下来，然后处理停炉，然后管线处理，还有这个滑油，把它排空，然后当回收啊，因为不能排在地面上啊，也不能排在水沟，所以都要回收，把这个马达、压缩机的滑油都要回收。我们左边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都讲五轻，其实五轻是我们高雄炼油厂里面的一间比较大间的工厂而已它里面有包括大概4、5间的工厂那现在我们左手边看到的就是异构化工厂，异构化工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在生产那个可以提高我们汽油辛烷值的产品。在高雄炼油厂完全停炉之前，曾经引发后进居民强烈抗争的五轻，已经在去年停产。所以当初这边我是每天几乎都有在这边做行为，这是我的辖区工作范围里面。其实就是要看它的数据跟它有没有异常的。对，它的这个 gauge 不管是压力表还是水位表，一定要先看，在这2条线的中间，它是正常值，我们都会标示一些正常值。然后低这边还是高于那边就是不正常的。然后除了看，还要听，还要适度的摸一下。摸一下它的温度。没有在运转是室温嘛，常温嘛，运转的时候它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然后有不正常运转，温度就会落差很大。在中油工作38年，从技术员到领班，工会常务理事陈志章说，五轻从无到有，运转20年后又结束，他全程参与。这也是很无奈，当然是可惜啊，这是因为五轻正值壮年，这整个设备都还很好啊，整个我们维修处理现在操作很顺利，那炼量也都很高啊，都很正常很好。一般先进国家这石化厂它的寿命应该都不止40年、50年，这你操作了23年就把它腰斩，实际上是很可惜。
这支炼油厂内最高的5氢燃烧塔高达150公尺，将近50层楼高。陈志章曾经3次爬到最高点。你等下白手要用个调啊。这叫做高空燃烧塔，废气燃烧塔，它是5氢的专属设备一个燃烧塔。搭上在停炉睡觉的时候都要做维修，150米。150米。对。那你说你曾经爬上去最高？是爬到顶点，因为这在大修的时候设备有点损坏嘛，然后就带包商上去做维修工作。去的时你无可能搁来吃饭，便当那种溜来溜去。这上面要待多久？你上去差不多早上上去，可能就下午要下班才下来了。炼油厂区内有好几只燃烧塔，其中一只曾经让反5氢运动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头前这支火烧塔是当初民国79年3月6日爬上去那个燃烧塔。啊，迄阵啊，为什么大家要爬迄个燃烧塔？讲开伊爬去吼，迄个国际记者看开对啊，知影讲抗争的那种力度啊，抗争的强度就是说会更明显。1987年，政府宣布要在高雄炼油厂新建5氢。消息一出，引发长期承受炼油厂污染的后进居民不满，也就此展开长达3年多的抗争。这边是高雄炼油厂的西门，民国76年到79年这一段3年多的时间，我们后进人就在这边抗争，对底下围清围门，把我们的诉求讲相关单位，包括中油公司，我们知影讲后面人必然一定要牵手。1940年，日本海军在后进新建燃料厂。1946年，中油接收。1968年，中油新建1氢，台湾开始发展石化上游工业。1975年，2氢开始生产。后进反5氢之前，在地居民已经饱受数十年污染及生命威胁。讲起来就是污染伤过久啦，污染伤过久内底，就是对咱的日常生活的空气啦、饮用水啊受污染，造成我们的身体的病害很严重。这场抗争最后，政府动用1000名警力强势动工，并且在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承诺，25年后铅厂暂时平息，后进人也开始倒数9233天，等待环境正义真正实现。那大概是我小时候5、6岁左右的时候哈，我记得当时我爸也是在这边做反5氢运动的一些调查，那我就跟着来。那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的树林里面玩嘛。那有一次就记得玩一玩，就突然出现一个很臭的味道，那个味道有点像是坏掉的鸡蛋跟硫磺那种混合味。那闻到以后，我就突然就气喘发作，非常不舒服，赶快跟我爸讲，我们就赶快离开这边。25年前，当后进反5氢抗争后期时，还没有上国小的黄家平，跟着爸爸到后进社区，途来的恶臭让他对后进印象深刻。3年前，他又来到后进，担任炼油厂铅厂促进会执行长。在这边工作真的差很多。那过程中我也在后进就是租房子住了1年，光是那1年我就觉得在这里这种空气跟噪音的影响，真的不是外面的人能够想象，或者说你来这边住1、2天能够体会的。以前常很多高雄人会说啊，你要经过楠梓闻到味道，北上回来的人你就知道哦，高雄到了。但是那味道其实只是经过的时候几秒钟，顶多1分钟那种难受而已。可是住在这边的人，后进人，他是睡觉的时候就要承受那个味道。这就是那个空气那个他们都有随时漏那个一氧化硫啦什么那个空气中那个都有会很臭。那他们那个有一个工厂，叫做好像叫废碱，他一直都会在半夜都一定要排那个臭气出来，尤其是晚上半夜，他是偷排的
产生的气体大概也是像这些 VOC 哈，其实包括苯、甲苯、乙苯这些东西呢，还有各种的烷烃类呢，通通在空气里面我们都有监测到，而且在某一些污染发生的时候，它的浓度是相当高的，哎，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健康影响很大，很多都是对致癌的风险是很高的。那有一些是非致癌风险的话，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的一些病变，包括肺部的一个疾病，或是呼吸胸腔的疾病，还有肝肾，甚至小孩子的白血病，或者是一些生殖方面的一些疾病呢，都会在这边发生。我的年岁啊，鼻啊甲呼吸器官可能有80%以上的人的人口是有毛病啊，就是污染互咱的呼吸，甚至我怎会安尼鼻物件我芳甲臭我是鼻无啊。然后因为我的嗅觉神经就是有连为厂的污染长期要讲已经有受伤啊。李玉坤是众多当年反五轻的后进子弟之一，带着我们来到顶楼，看着不再排放的燃烧塔与烟囱。李玉坤说，以前很难在后进看到蓝天，随着工厂一间间关闭，蓝天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多。遗憾的是，为后进长期奋斗，让清澈天空重现的李玉坤没能看到更多蓝天。在距离炼油厂关厂期限不到1个月的倒数时刻，于12月初过世。后进的天空更清澈，不过后进的土地与水70年来遭受的污染，未来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恢复干净，还是一个无法估算的答案。那这块地就是以前的第2清油裂解工厂，那以前这边全部都是设备啊，像旁边那样。对，都是设备，然后后来就拆掉了，现在只留下那个控制室在那里啊。那其他的地我们就把它规划，就做污染调查啊，等等的工作。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做整治。所以这个场地呢，我们是以现地的工法，如果能够不挖，尽量不挖。我们用现地的工法，就是挖井不挖土。要抽气的话，我们就设抽气管；要注气的话，我们设注气管。这片草地是原本的2轻厂址，1994年关厂后拆掉地上所有设备，经过快20年的时间。目前还在进行整治。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块地整治好，就是我们的 P37 1.6公顷，是用低温热脱护法处理的，花了3.8亿，总共从污染就是油槽破到处理好，大概10年的时间。91年 P37的漏油了，漏偌济？漏2800万公升啦。2800万要安怎算呢？爱算加油站140间的加油站嘛，一间加油站你甲算20万公升啦，拄好140间的加油站。有诶想讲远爱地漏油，这涂骹白白啊！伊知影要检验，伊赶紧甲顶悬的这表皮啊换涂呢，甲这表皮换1公尺呢，全部拢换1公尺呢，所以这涂你甲看拢新的呢，拢无污油呢。环保局用迄个钻探的甲钻探落，钻探的挖开的拢油了，挖开拢油了。逼到尾啊，这油就较拆开呢，这4卡加2卡加2卡大卡，逼到尾也还拆开。一块不到2公顷的土地，中油花了近4亿整治完成。整个炼油厂区内大约180公顷受到污染的土地，中油评估未来要花约20年时间，100亿的经费来进行整治。照我们的这个水流的方向，西边是上游，东边是下游。整个水流向是由西往东流。一般来讲，西边的污染会比较轻，东边的污染比较重。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跟我们将来可能会进行的工作，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经费要看我们使用的工法而定。那这个因为每一种工法所衍生出来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目前我们是初估大概是要100亿以上。不过，有学者认为，炼油厂的实际污染远比中油所评估的还要严重许多。它以前的工厂区呢，这里面呢其实充满了高度的污染，那这个污染其实都是必须要处理的。那这个处理里面呢，矿热费时大概20-30年跑不掉，而且呢，经费非常的高啊。如果用
其他的国家跟它是类似的东西来比的话呢，那个里面呢，我们估计那个没有1000亿下不来。好，没有1000亿下不来。那个现在目前估计100亿，那个东西都那个我们骗不了自己，而且那个还有很多后遗症。中油的污染物质，第一个当然是第一级的致癌物质是苯，因为苯是我们汽油里面很重要一个成分。那 NW22这个井呢，以前曾经测过有超标260倍的那种很高的一个污染，甚至后来经过几年又再测的话，变成320倍。可见污染并没有改善，而且逐步在增加。那除了苯以外，甲苯、乙苯这些东西，还有像那个菲诺这种东西呢，也都在中油的各个井里面呢都有测到。那边采到的样品呢，总石油碳氢化物都超过3000。那我们的标准是最多只能1000了哈。苯或者是甲苯、乙苯、酚或者是烷类的这些东西呢，通通都会在它的污染土壤里面还有地下水里面去发现。武清每年可生产50万吨乙烯，炼油厂一天可炼制原油27万桶，年产值最高达到2000亿元。在高雄炼油厂即将走入历史的时刻，应该如何评断它的功与过？高雄炼油厂有大部分的时间可以代表整个中油公司，事实上长久以来对台湾的贡献是真的居功厥伟啊。所以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下关了，我希望台湾同胞给中油公司一些掌声，给高雄炼油厂一些喝彩，让高雄炼油厂可以光荣地走进历史。这个土地的成本过去都没有算，现在如果把它算进来，他们真的有赚那么多钱吗？这恐怕是一个问题。再来，还有很多是健保成本啊。很多人因为环境污染而生病、气喘、上急诊，然后请假，这一些没有换算为成本，甚至于是得癌症的、心脏血管疾病、中风死亡的，这一些都跑到健保成本去，跑到别的地方社会成本去。而社会成本出现了以后，是谁来处理呢？11月25号上午接近10点，后进凤屏宫前面广场聚集不少中老年在地居民。大家等着，待会儿要到高雄市议会陈情。77岁的黄阿公说，跟炼油厂做了一辈子的邻居，健康受到严重伤害，不能接受油槽还要留着。每期会抗议讲，迄个油槽爱刷走啦，伊唔刷啦，连个手唔刷，我咩啊抗议，改就爱刷走啦。啊，不有啥物差别吗？啊，有危险嘛，遐绑架红的人拢死呢。为着要阮后面当安尼较清气，就是讲连像这个油桶爱甲阮接触，阮较放心，足无安全感，足无安全感。有些嘣一声就错一条啊，有人讲嘣第二声就爱走啊，可是拢足紧张啊，嘣一声阮就足紧张啊。炼油厂关厂期限就要到了，中油却在今年8月份提出，未来还要留下42座油槽。这边是油槽区。对。大概有多少？各式各样的油槽有，甚至有一些是储水的，很多像有高级柴油、高级汽油，还有一些燃料油都有。因为关厂的承诺，我们就大部分的油槽都关掉，基本上要求必备的40余座，包括废水槽哈，还有一些必要的国防用油、民生用油。这边有40座上下，因为它攸关台中以南的一些国防用品跟中下游的需求，还有一些民生的用油，都要透过这个很完善的油管去输送。中油认为油槽不在关厂承诺里面，如果居民真要油槽也全数迁走，也希望能再给中油一点时间。我们有规划一个洲际2期的油品储运中心，大概有200公顷左右的地，预计大概在105年，就是明年的年底会把这个树地交给我们。交给我们了以后呢，我们会来做一些土壤跟地质的改良，让它的承载力够。那我们会建构我们的一个输出的基本的设施。那预计大概在113年呢，到115年可以逐步到位。那简单讲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这个输出系统，那我们本身在未来的可能有一个替代的一个作业的模式。那如果执行顺利的话，那
高雄市政府它本身也可以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案哈，老百姓也觉得可行了。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当做一个过渡时期。不过，已经判了9000多个日子的后进居民，却担心有草留着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变数。28年前，反五轻抗争一开始就站出来的郑怀仁，就有这样的忧虑。做期待啊，要等这一天。很漫长的等待。对，跟惊他们会有那个会有变卦，用各种手段在操控。我们不走了。会死会复燃，讲他进来会死会复燃。他可能留着我以后还会再使用，在中油还会在这边再利用这个土地。一种无形的阴影拢一直存在啦，就边啊一个炸弹放伫遐，什么时阵要引爆拢唔知影的。你喺心理上的迄种压力一直存在着伫当这居民内底。几十年来，高雄炼油厂的公安意外不断，让后进人对中油充满质疑。熊熊大火照亮夜空，火舌不断从燃烧塔冒出。18号晚间9点50分左右，中油高雄炼油厂第2空气中心跳电故障，造成燃烧高塔冒火，远看就像一团火球，还伴随浓浓黑烟，让附近民众看得直冒火。中油警卫室的玻璃碎了一地，办公室的日光灯管也被巨大的震波震得掉下来，只剩电线吊在半空中。中油高雄炼油厂27号中午12点半发生爆炸意外，连厂区外的民宅窗户也被震碎，把正在吃午餐的民众全都吓一大跳。我来吃饭，砰一声，我惊一个旁边通险落去呢。大火一直在烧，伫暗暝看起来是真使人惊吓。中油5轻伫半暝3点半发生钢线爆裂的意外，另外4工厂的主合务外泄进一步引起大火。附近的居民伫咧困的时阵，互警察赶来工厂关心安全的问题。都崩起来，糖啊都空叫啊，空啊，糖啊拢变叫安尼。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度，很热的温度，但烟也是蛮大的。它当时的火势蛮大的，它的亮度可以照亮我们后进南路的住宅区。长期以来，中油多次违法偷排废水，也让后进人对中油的诚信没有信心。后进溪上泛着一大片油污，还出现咖啡色漂浮物以及大片泡沫。当地居民指控，这条溪被各式各样的工厂污染，其中最可恶的就是中油。上个礼拜4又偷排污水，而且时间点就在环保署揭发他们偷排的2天后，简直无法无天。真恶气就恶气甲讲吼，伊个排水唔是讲伊讲讲排泄化，伊个排甲是真啊含伊内底土笋都拢得流出来就对啦。涵洞口还留着黑色油污，而且蔓延超过1公里长，让后进溪河面上飘着一大片油污。由于臭味呛人，后进民众向高雄市议员检举，市议员在10号上午到场勘查，发现废油还持续排放。落落也有臭味的污水，按中油高雄炼油厂的雨水排水管排出来。环保署南区稽查大队正在便查到中油倒排含有挥发性有机溶剂成分的污水，按民国98年到100年，3档累计有55遍，去年才还2600多万。不过中油所完成讲，高雄市环保局重新检查资料，扣除3遍中和计算，还有14遍符合大户紧急排水，最后以3档偷排38遍，才罚1577万。在中油工作将近40年后退休，79岁的黄阿公直言，中油说没有偷排，都是骗人的。你这看工程中一定污染的，迄无就讲无污染的啦，迄绝对污染的啦，迄是你咧骗人的，骗人讲我这都无袂按照伊的，迄种绝对污染的啦，迄种有当时头脑，头迄落安尼吼。迄互你无看尔啦，我头只部的啦。这无信用哦。系啊。嗰个是国家的呢。国家你得要操作买落吼，你无安尼你嘛无法度啊。凤屏宫外，谈起几10年来的担心受怕，不少居民希望炼油厂全数撤走，还后进一个不再有污染的土地。心情有较好啦，较紧帮帮咧，较好啦。做一个生态公园啊。对于炼油厂迁厂后，在地居民与长期关心的环保团体及学者，多年来一直凝聚共识，
也多次呼吁中油与政府要尽早规划，并且与地方沟通。这里面放的作品就是我们后进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有办一个生态公园竞图比赛的优胜的这些作品。那第1名的部分其实跟其他组比较起来，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色彩缤纷哈。那其实在他们的设计概念里面，每个颜色是不同的使用分区。那有的可能是比较儿童的游憩区域，有的可能是新的文创产业在里面做发展。在比较严重污染的地方，过去可能有草的区域哈，他们希望可以规划成生态池，是用生态的方式，这样对环境比较低冲击的方式去做这个富裕。到目前哦，真正的石化污染，我看全世界哦，还佫无一个足标准的讲，啥物会叫做处理会好啦。啊，这物件还佫开足济国家资源哦，这种一种另外一种的浪费啊，另外一种浪。啊，互做生态公园哦，自然富裕哦，我想土地资源会慢慢啊恢复甲治疗。伫半冰山骹污染的187公顷哦，尽量互伊会当做湿地。哦，因为半冰山这个所在，伊规样是鹿角石啊，鹿角石伊就是足好的一种天然的蓄水池啊，有雨水来，伊透过伊的过滤，哦，咱下骹一寡油垢，豆豆有雨水会豆豆洗掉。污染土地以湿地方式富裕，可不可行？曾经被请到废弃物的洲仔湿地，经过多年的富裕，看到成效。湿地具有大量的植物跟微生物，具有净化水质的功能。我们这边的水是从莲池潭抽取过来的，莲池潭的水到我们洲仔湿地，经过微生物跟植物净化处理之后，就可以将干净的水排回莲池潭。现在是从左往后进的方向，然后外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半屏山，那一边就是高雄炼油厂，那其实可以看到旁边那个就是5期的燃烧塔。临近高铁左营站以及高捷4个捷运站，高雄炼油厂广达300公顷的土地，未来该如何利用？这其中原有的工厂设施，地方也希望能够成为工业遗址，保留一部分。这是在意大利杜林哈，杜林你们知道很有名，他们在工业界发展，它是汽车生产，菲亚特汽车啦等等，这个汽车其实都在那个地方生产的轮胎啦。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区在这个地方呢，它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跟破坏。因为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们留下了一部分的旧的工厂，这个旧的工厂变成都市的开放空间。居民可以在这里面，在大热天，在杜林，意大利北部非常热的，可以在这个里面呢，他们举办各种不同的露天活动。这张图里面大概你可以看到鲁尔区当时在这里面改造的一个核心的策略，他们的思考就是从传统的生产基地变成下世代的生产基地。以前在工厂中就业，未来在公园中就业。德国鲁尔工业区面积约1/8个台湾大，曾经有超过250个矿区生产运作，是德国煤矿、钢铁业的能源重镇。在衰败之后，留下严重的环保问题。几十年来，德国投入大笔经费进行改造。一座废弃的瓦斯储放槽，经过结构补强之后，变成一个潜水训练基地。直径45公尺、深13公尺的圆筒注满了水之后，里面放了一艘沉船与一部汽车，作为救难训练的道具。第12号矿区内最主要的厂房与设备被规划成博物馆，参观者可以自由穿梭厂区，透过解说员以及互动式软体指引，了解矿场的机械设备与采矿的流程。荒废的厂房，所有活动停摆；破败的设施中，树木与杂草重生。这是经过思考的放任政策，一是避免耗费金钱去拆除设施，以保留未来任何的可能性；二是引进大量植物，将大自然带回人工化的废弃工业区。
炼油厂有没有可能像鲁尔工业区一样？中油态度保留，回应说可将部分厂区划为生态公园，目前规划工厂全部拆除。每一个地区有它不同的一些产业发展的特色，或许有一些国外的成功的案例，未必见得移植台湾一定可行。我想以鲁尔工业区，我想跟我们高雄炼油厂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形态了。以高雄炼油厂它本身曾经是国内最为人称道的一个整个工厂的发展跟整个生活生态结合的最好的一个，简单讲是一个示范的一个厂区哈。我们认为未来它可以以这样的理念可以把它发扬光大。对于炼油厂关厂后的未来，去年的9月21号，在后进反五轻纪念晚会上，高雄市长陈菊曾经承诺将提出五轻变更方案。不过，一直到今年的11月底，后进民众都没有看到这份方案。把这个五轻都市计划这个方案提出了，经过公共展示、公测，看咱后的许多父老乡亲，大家人有甚物无同款的意见，拢总会使提出。市政府用上负责任的态度，把咱五轻都市计划变更的方案，要伫今年都提出。今年11月25号，在高雄市议会，面对300多位后进居民，陈菊说：“希望后进居民再忍耐，盼望明年能改变。”市政府有一寡初步的规划，咱也捌甲议员互相沟通过，这个部分拢总只要安怎甲中油讲，中油我毋知要找啥讲，当经济部长来高雄的时阵，有甲咱初步沟通，不过我相信，伫这个坎站应该咧拢会大家无心毋知讲未来后一段要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请后个乡亲大家人着忍耐吼。过去25冬都拢忍耐，我感觉请大家人伫这个坎站，咱来看每年1月16，有新的机会。而中油的主管机关经济部11月26号在立法院面对相关问题时，答案停留在会透过平台进行积极沟通。高雄炼油厂土地位于高雄市的核心区，更是高雄产业轴心的中枢，交通便捷，非常具有发展的潜力。本部会督促中油公司跟高雄市政府共同来协商相关土地利用规划方案。中油现在目前它就是时间到了，它只好把它关起来。然后呢，这个厂区的利用呢，都完全没有任何的主张哈，或者是他有主张，但是又不敢来谈哈，也没有公开来谈过。那可是他却曾经有25年的时间做这个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完全不及格的。中油在这里面推诿，在这个里面呢，国家在这个里面也假装看不见，就以为时间到了，在这里面它就自动会找到出路，这个都完全错的。地方政府早就该监督，他们一直到最后这1年才委托我们在这里面做了这个空间的发展规划，那个基本上全都是错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正好看到了台湾最糟糕、最让我们痛心的部分，就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到企业界，在这里面他们都不愿意为这个东西真正负责。2015年12月31号，就是中油25年迁厂的最后期限。从全盛时期3000多位员工，热闹嘈杂、灯火通明的厂区，到200多位留守员工，静默进行最后关厂工作。台湾第一座炼油厂的结束，让员工感叹石化业已成过街老鼠。而等待25年，从当年愤怒呐喊走上街头的黑发青壮年，成为现在满头华发的中老年。后进乡亲们也叹，属于他们的环境正义还没有真正来到。但这最后1里路，他们也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走下去。